各位银铃智囊的好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江生，大家平安。咱们先聊聊最近的感觉吧。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有同感？就是这一两年啊，日子好像过得特别扎实，钱怎么感觉越来越不够花了？去菜市场逛一圈，那青菜价格今天一个样儿，过2天再去，嘿，又悄悄往上蹦了蹦。水果就更不用说了，以前随便买，现在得掂量掂量。回到家，信箱里抽出电费单子，打开一看，心里咯噔一下，这数字怎么又变大了？就连咱们最常去解决一顿饭的巷口面摊、快餐店，老板也不好意思的笑笑，老哥，不好意思啊，原料涨太凶，从明天起得多收你10块钱了。如果您正在点头，觉得这话说到您心坎里了，那我告诉您，您绝对不是一个人，现在这局面真就是万物齐涨，只有咱们口袋里的退休金不涨。这种看着生活开销一天天往上爬，自己的养老金却像被定在原地一样的滋味，真的不好受，心里头难免会发慌，会无奈，感觉这购买力啊，就像手里的冰块，不知不觉就缩水了。特别是咱们看电视新闻，老是听到通货膨胀这个词儿，听到那些 CPI 数据又创新高，很多老哥们老姐妹们就纳闷了，聚在一起聊天总问，不是都说好了吗？咱们的劳保年金会跟着物价一起动，物价涨它也会涨，怎么等到现在，眼瞅着2025年都快要过完了，这年金数字还是一动不动，1毛钱都没见多呢？这承诺是不是不算数了？大家先别急，也别灰心，今天我江生坐在这，就是要给各位银铃智囊的好朋友们带来一个等了好久，绝对重磅的好消息。这可能是最近1年来最值得我们这些退休族期待和高兴的一件大事了。接下来给您进入正题。根据主计总处那边最新的关于消费者物价指数的预测数据，在经过非常精密的专业试算，我现在可以很有底气的告诉大家，2026年，也就是明年，我们的劳保年金调整基本上已经是板上钉钉，跑不掉了。而且啊，这一次的调涨绝对不是那种不痛不痒，调了跟没调一样的小打小闹，这次的幅度根据预测会非常可观，最高的预估可能达到 7%， 甚至有可能冲到 7.5%。 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我给您翻译成最实在的话，这意味着您每个月可能会多领到1500块到2000块的买菜钱，这笔钱可不是过年发的一次性红包，领完就没了，它是每个月都会准时出现，活多久领多久的永久性加薪，是政府发给咱们用来实实在在对抗物价上涨压力的救命钱，是给咱们退休生活的一份坚实保障。不过啊，先请大家稍微按捺一下激动的心情，我这儿得先设个小关卡，把话说清楚。虽然调整是大概率事件，但并不是所有正在领年金的朋友明年都能立刻享受到这份加薪。劳保局那边的规定啊，非常细致，非常严谨，通过我们专业的交叉试算，只有特定几个年度退休的朋友才能赶上这趟首班车。如果您不在这几个年份里，那可能就需要再耐心等一等了。所以现在请您务必马上去把您当年那份劳保老年年金给付核定函找出来，或者努力的回想一下，您到底是哪一年正式开始领取这笔养老金的。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它直接决定了明年您的银行存折里会不会多出那一笔令人期待的钱。说到这，肯定有朋友要问了，而且问得在理，江生啊，你等等，为什么2025年不涨，非要憋到2026年才涨呢？这政府发钱难道还要看心情挑日子吗？是不是把我们给忘了？其实啊，真不是这么回事，这背后是一套非常严谨，白纸黑字写在法律里的机制，叫做消费者物价指数累积成长率达到 5% 调整机制。只有先搞懂这个规则，才能明明白白的知道自己的钱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为什么现在涨而不是去年涨。劳工保险条例里规定的清清楚楚，只有当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的累计成长率达到正 5% 的时候，劳保年金才会启动调整程序。请大家一定注意累计这2个字，这是整个规则的核心关键。2025年之所以没有调整，并不是物价没有变动，而是因为从之前某次调整后算起，到2024年底，这累计的涨幅
还差一点没有达到 5% 的法定标准，所以大家等于是又等待了一年。但是情况到了2026年就完全不一样了。等到把2025年整整一年的通胀数据加进去，对于某些特定年度退休的朋友来说，那个累计涨幅就像蓄水满了的水库，终于彻底冲垮了 5% 的大坝，甚至一路狂奔，直奔 7% 以上去了。这就像咱们去超市买东西，积点换赠品，虽然前2年点数没攒够，换不了，但那些点数可都没作废，一直给你记着呢。到了明年，就是点数攒够了，可以一次性兑换一个大礼包的时刻。那么，最激动人心的部分来了，究竟哪几位朋友中了这次的大奖呢？这一段，请您一定把耳朵竖起来，听仔细了，也欢迎拿笔记一下。根据目前最权威的数据推算，以下几个年度退休，也就是您开始请领劳保老年年金的那一年的朋友，我要先说声恭喜了，你们是这次调整的幸运儿。首先是第一梯队的先锋部队，也就是在民国100年西元2011年和民国101年西元2012年退休的朋友，你们是这次调涨的主力军，因为你们退休时间最早，距离上次调整周期后累积的物价涨幅时间最长，数值也最高。虽然中间可能经历过之前的调整，但进入新的累积计算周期后，你们的数据又一次率先达标了。如果您是这2年退休的前辈，那么明年的涨幅绝对会让您非常有感。接下来是第2梯队的中坚力量，人数也非常庞大，这包括了民国105年西元2016年、民国106年西元2017年以及民国107年西元2018年退休的朋友们。这3年退休的族群非常庞大，你们从退休到现在，刚好完整的经历了最近这一波剧烈的物价上涨周期，累积的涨幅在这2年也成功跨过了法定的 5% 门槛，所以完全不用羡慕别人，明年就轮到你们加薪了。最后还有一个潜在的黑马年度，那就是民国111年西元2022年退休的朋友。虽然你们退休的时间不算太长，但这几年的通货膨胀速度实在太快了，像坐上了高速列车，导致你们的累积数值快速达标，所以2022年退休的您也极有可能被纳入这次调整的名单之中。听到这里，如果您仔细一想，自己是2023年或者2024年才刚退休的新鲜人，那您可能要稍微有点心理准备，或许要失望一下下了，因为你们累积的时间还不够长，通胀的点数还没积满 5% 的门槛，所以明年大概率暂时还轮不到。不过千万别灰心，这些点数会继续忠实的为您累积下去，一点都不会浪费。也许后年或者大后年就轮到你们领大红包了。养老是长跑，咱们不争这一时半会儿。好了，知道了自己有没有份额，下一个最实在的问题肯定就是江生，别光说百分比，那太虚了，你实打实的告诉我，我到底能多领多少钱？没问题，咱们这就来算笔明白账。咱们举个例子，假设您是2016年民国105年退休的老张，现在每个月领的劳保年金是2万块新台币，如果预估的涨幅是 7%， 咱们拿出计算器按一下，2万元乘以 7%等于1400元。这意味着调整正式生效后，您每个月打进账户的钱就会从2万元变成21400元。您可能觉得，才1400，好像也不多嘛。江生请您可千万别小看这1400，咱们算长远账，一年有12个月，这1400乘以12就是16800元。这笔钱等于什么？差不多等于政府额外发给您将近半个月的年终奖金。对我们退休族来说，这笔钱能多买多少斤肉，多付几个月的健保费，或者够咱们看好多次医生，付好多回挂号费了。而且最关键的是，这个调整是永久性的，只要您还在领取年金，这个基数就被永久垫高了，往后的每一个月，您都能持续享受到这份增加的收入保障。咱们再算一个例子，如果您的投保薪资当年比较高，现在每个月领的年金是3万元，那这个涨幅就更可观了。3万元乘以 7%， 每个月直接多了2100元，一年下来就是25200元。这笔钱甚至够您和老伴安排一趟惬意的岛内小旅行，放松一下身心。
或者给孙子孙女包个分量十足、倍有面儿的大红包了。那么，这笔让人心心念念的钱，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真正落到咱们的存折里呢？是不是2026年1月1号一过就能看到？这里江生要特别说明一下时间点，以免大家空欢喜一场，或者到时候又搞不清楚状况。按照劳保局多年来的惯例，这类年金调整的作业会在2026年的5月份正式对外公告确切的调整幅度以及适用对象，然后在2026年的6月份，这笔调整后的差额才会正式汇入大家的账户。这里有一个超级重要的细节，也是很多长辈朋友每年遇到类似情况都会吓一跳，甚至跑去询问的地方，请大家一定要记在心里。明年6月，当您去刷存折或者看账户明细的时候，很可能会看到这笔钱是分成2笔入账的。一笔是您原本每个月固定领取的旧金额，比如老张的2万元，另一笔则会明确标注为物价指数调整或类似名目的新增金额，比如老张的1400元。您可千万别以为这是政府汇错了，或者是什么诈骗集团转了笔不明资金给您，这是完全正常的行政作业流程。等到7月份开始，这2笔钱就会合并成一笔新的完整的金额21400元入账了。所以明年6月刷存折的时候，一定要看明细，别光看最后一行的余额，搞清楚钱的来龙去脉，心里才踏实。讲到钱要进账了，江生的职业病就又犯了，必须再啰嗦几句。这也是咱们银铃智囊每次讲到类似话题时，都要敲着黑板强调的防诈骗提醒。每当政府有发钱、涨钱这类好消息传出来的时候，也恰恰是那些可恶的诈骗集团最活跃、最想趁机捞一笔的时候。现在的诈骗手段高明的吓人，他们可能会假装成好心人或者公务人员，打电话给您说：陈伯伯、李妈妈，恭喜您我们接到通知，您明年的劳保年金要调涨 7.5% 了，但是因为系统需要更新验证，麻烦您提供一下银行账户的密码和验证码，或者说您的账户太久没动，需要您去最近的 ATM 操作一下，激活这个涨幅功能。请大家一定要死死记住，用红笔画重点。政府调涨劳保年金是完全自动化的电脑作业，劳保局的系统会根据法定公式自动算出您该涨多少，然后自动汇入您一直以来领取年金的那个指定账户，绝对不需要您做任何额外的申请，绝对不需要您去操作 ATM， 更不需要您点击任何手机短信里的陌生链接去确认或领取。如果有人通过电话、短信、LINE 等各种方式联系您，自称是劳保局、社保局或其他任何官方机构的人员，说要帮您设定新的百分比，或者说您的账户有问题，需要操作才能领到涨的钱，那 99.9% 就是诈骗。请您立刻马上挂断电话，不要理会，并且可以主动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进行求证。咱们的退休金是养命的钱，是晚年的依靠，一分一毫都不能让那些骗子骗走。其实咱们这么关注劳保年金的调整，往深了说，真的不只是为了那每个月多出来的1-2千块钱，我们追求的是在这个物价变动飞快、什么都说不准的时代里，给自己多一份稳稳的安全感。通货膨胀就像个看不见的小偷，每天都在悄悄偷走我们积蓄的购买力。而劳保年金这个跟着物价指数累计调整的机制，就是政府帮我们在养老钱袋子上装的一把安全锁，尽可能的不让咱们的生活水平因为物价上涨而缩水。虽然2025年我们没有等到调整，心里有些失落，但2026年这次预期中的大幅度调整，可以说是一种迟来的正义，是对我们这些辛苦一辈子的退休劳工，在面对生活压力时，一种最实在的体恤和支援。现在节目最后，江生希望大家都动起来，做一件很简单但很重要的事。听完咱们今天聊的这些，请您闭上眼睛仔细回想一下，或者现在就起身去翻翻抽屉里那些重要的文件资料，确认一下您到底是哪一年退休开始领年金的。如果您实在记不清了，也有办法，拿出您的银行存折，往前翻，找到第一笔注明是劳保、老年年金或类似名称的入账记录，看看那个日期，就能大概推算出您的退休年份了。
如果您正好是咱们刚才提到的民国100年、101年、105年、106年、107年，或者是111年这黄金5年退休的朋友，那么恭喜您，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期待了，也可以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家人，甚至可以在咱们银林智囊的评论区留个言，告诉大家我是 XX 年退休的，我有份，让其他老朋友也来沾沾您的喜气。如果您核对后发现自己不是这几年退休的，也千万别气馁，更不要觉得失望。您可以把咱们这篇文章的要点转述给您身边符合资格的老战友、老同事、老朋友，亲自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他们一定会非常感谢您的这份关心。到了咱们这个年纪，真的没有什么祝福比告诉你下个月起要加钱了更实在、更暖心了。最后也要坦诚地提醒大家，虽然目前预测的数据非常乐观，但最终确切的调整幅度还是要以劳保局在2026年5月的官方正式公告为准。不过大趋势已经非常明朗，涨是肯定的，我们现在讨论的只是涨多少的问题。银林智囊和降生我会持续帮大家紧紧盯住这件事，一旦有官方的正式公文发布，或者有更精确的试算表格出炉，我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再写文章、做视频，清清楚楚地通知到大家。所以如果您还没关注咱们的频道，记得一定要点个关注，这样才不会错过明年5月那个最关键的确认时刻。日子虽然有通胀的压力，肩上的担子感觉沉沉的，但只要我们掌握正确的资讯，懂得守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咱们的退休生活一样可以过得从容、安心、有尊严。希望明年这笔预期的加薪能让各位老朋友的餐桌更丰盛一些，笑容更灿烂一些，晚年生活过得更宽裕、更舒心一些。我是江生，咱们银林智囊，下次再见。